应该也是瓷器最重要的，我相信也是大家最为注目的也是最想看的一件。我们现在压轴给大家进行展示，就是我们雨供封面的这个大龙牌传奇的一件永乐的青花暗刻留白龙纹盘来，哎呀，我现在有点晕重气，老师就是这重气一到面前，我胆怯，我害怕是一件传世的一个怎么说呢，仅此一例的孤品的，然后极其罕见的一件，而且品相完整的一个永乐御窑的一件龙牌就是也是我们从我们去年的青花的故事展览，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给大家也是无论是从学术角度到它的市场角度，我们也都给大家剖析了很多的，从展览一直到我们拍卖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其实北京保利拍卖在最近一段时间最为推崇的这么一件重器，也是我相信应该是在近几十年的拍卖市场之中，我们都未曾见到过，和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也都未曾很难能再见到过的一件永乐时期的明代早期的官窑的一件重器这种青花海浪留白地留白地呢，首先它这种留白地的这种装饰我们在文章之中也提到过很多次了，其实是源自于元代的一种装饰技法元代青花呢，都不论是它的这个青花器、青花龙，还是霁蓝留白的龙纹器，包括那种霁蓝留白的梅瓶还是盘子它其实都是有这种留白龙纹的这种设计在里面。然后更加呢，就是包括它这种三爪龙纹的设计其实并非是说我们在永乐时期就一定是4爪5爪对吧？因为元代时期它就是3爪跟4爪，所以呢，永乐皇帝一定是借鉴了元代的这3爪龙纹的传统，因为它的设计纹样的就是这种纹样设计，它是既然借鉴于元代，那它的所有的设计也是沿袭了元代的一个设计初衷。所以呢，三爪龙纹留白龙，然后又外加了它暗刻的这种技法。我给你拿着你纸，对，外加它周身暗刻的技法，它的龙身之上，它再加以这种我们叫锥刻的这种形式来去描绘它龙的翎羽和它的龙头和牙齿和这种发冠这个也不是发冠，就是毛发这种细节的这些肌理包括它与之外壁的这些海浪的一些细节的工笔似的这种线条来去相结合，整个的它的盘心的位置的这个画片体现出了永乐皇帝当年就是雄才大略作为这个明初无论是就是这个举国实力，然后包括综合实力最为强盛的一个皇帝，他做的他的一个皇威我觉得先放下吧对，这只大盘从这种特殊性上您给强化这个。哎呦，我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就是我们太那什么了青花的展览的时候也确实当时做了很多功课太多可说的了，我觉得对，一时真的是太多角度可以去给它去讲，就是发散一下但是我们首先从它的稀有性上来说，我们能查到的同类的器物，包括这一只一共是4只，是吧？对。那上海博物馆有一只宣德的，有本朝款写在口沿下方的，然后另外2件都是在伊朗是吧？在伊朗的国家博物馆，原来呢是那个叫阿德比尔清真寺的收藏然后呢，尺寸呢跟我们本品一样，也是大概在40公分左右在现存伊朗国家博物馆。但是另外的2件，其中呢还有1件它中间盘心的位置磨损挺严重的，估计当时人没少使。然后另外1件呢是一个不太清晰的黑白照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品相保存的相比来讲稍微好一些这是存世的我们见到的永乐的另外2件作品，这只呢是第3件。我们能够传世的第3件，并且能流通。然后刚才李老师说是上博有一只宣德的带款，景德镇出
就发掘的有一只在1993年景德镇珠山玉窑挖掘的有一只小号的28公分直径的，也是永乐的，设计跟咱们这只盘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我们刚才所说的这4只盘子，包括宣德的这第5只，全部都是三爪龙，全部是三爪龙，以这种海浪为地，留白龙纹的作品，对它这个留白的技法，我们也觉得是可以去稍微讲一讲哈。它这个海浪呢，可以看到是海浪的部分留白，竟然也是留白的。对，然后呢，龙的形象呢是留白之后呢，龙身，然后龙鳞，它是用暗刻的技法去表现。对，那这个技法上来说呢，我觉得它是首先难度是挺高的，因为它这个对工匠的这种谋篇布局的能力来说，就是很有要求。对，因为青花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这个海浪的每一个线条，它没有说是重合的啊，它都是非常细致的给它勾画出来。对，然后呢，这种海浪做地子，然后龙的这种类似于站立的形象，就是相当于一个海浪把它衬托起来，好像这个龙跳跃在海面上一样这是非常的有动感。从远看它颜值特别高，它中间一条白龙，然后呢周遭呢又以这种很波涛汹涌的这种海浪翻着白色的浪花在它的周围，然后呢龙身的这个两侧还是有这种火焰的纹，就整个像是在那种极其波涛汹涌的，像就是郑和在下西洋的之中遇到暴风浪了这种，在非常的这种极端的环境之下，我还能屹立在这种很淡定的、很从容的屹立在这种极端的这种波涛之下，所以才真正展现了他一国之君，甚至于他整个当时中国明代初期的这么一个国家的一个面貌我觉得那这种大盘的使用的用途，可能跟包括同样尺寸的，包括元青花的这种使用用途，它可能会作为国礼的性质去使用。因为刚才正好那个小张老师提到郑和下西洋啊，他最远打到波斯这些地区，那可能这些就作为国礼去赠送给当地的这些怎么说呢，这种交换的一种当地的国王，对，就是国礼，国与国之间的一个互赠，对，所以才出现在当时叫萨拉丁国王还是哪个国王的那个他所的当时的那个神庙嘛，是吧？就是阿德比尔清真寺，就是那个国王他当年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也是属于一个当时的一个私人的收藏一个国王的私人收藏后来呢是变成了清真寺收藏，再后来移交到给了伊朗国家博物馆。对。然后从这个龙的形象上，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些应该说是发散，但其实我们感觉也是有一些依据的，因为是龙的形象，我们看到它的龙须它这种龙须的这种，你看它的跟永乐皇帝本人的面貌其实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地方。这个在图录之中其实会把这些工作跟这个做得非常详细，就是它龙须的地方的这两处龙须，其实跟永乐皇帝他本人的画像的这种龙须，它是如出一辙的它是在不同于传统的胡须自然下垂的这么一种形象，它其实是一种对于这种帝王相貌的另外的一种发散，另外的一种效仿它其实这个龙的形象可能就是来自于永乐帝王的一个形象从龙须，包括龙身的整个身体的这种游弋的这个姿态我们从这个明太祖画像的身上他穿的衣服上也能看出来，他其实这种龙的这种姿态同样也是跟我们这个大盘的龙的姿态是一样的和同时期呢来去做对比的话，它的其余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工艺美术上剔红的作品和这种金器的这种作品上湖北省博收藏和清宫旧藏的一类器物之上的这种永乐的龙纹最高级别的器物我们指的是因为剔红，你说这只盒子现在拿出来也得几千万。
啊，这精器就更不用说不能卖啊，就是说无论就是说从市场价值来说都是极其昂贵的啊。那这一类的顶级的永乐宫廷器物，它这个龙纹其实都是如出一辙的这样盘踞下来的。对，主要是它这个龙须哈，我们提到就是永乐皇帝的玉容，它这个胡须的造型上，你看这是嘴唇这两缕。感觉像是特意加了定型一样。对对对。然后呢，尤其是左边这个，你看这个胡须在这儿，这个曲线都一样，你看看是吧？这个胡须，我们跟这只白龙的胡须就很接近。对，其实明代其他皇帝的玉容里边就没太出现像永乐皇帝这个胡须的造型。对，所以可能我们也感觉呢，这个白龙的表现啊，就像是永乐皇帝的化身一样。对。那其次呢，就是永乐皇帝对这种白龙的形象也是很有，应该是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文章里边也提到啊，就是因为永乐皇帝他登基的这个过程也是很有戏剧性哈，他是发动靖难之役。是。然后为什么呢？就是提到他说这个姚广孝说他这个臣奉白帽者亡，就是说这个他戴一个白帽子，就是说那个。认为他当时就是在那个那个他去奔丧的时候，那个姚广孝说出这句话来所以然后感觉这个好像是击中了这个永乐皇帝这种身处这种想登基这种感觉一样啊，所以他对这种白龙的形象，所以特别的有一些象征意义在里面。明白，对，是。好，再看看我们。图录中，你看这段呢，是我们，来去比较它这种海浪啊，其实也出现在了元代，不光是借鉴了元青花的留白龙纹啊，包括刚才李老师说的因为元人其实也是上白嘛，对吧？敬天理地，然后就是把这个白呢作为一种纯洁或者是神圣的一种象征，所以也从此产生了很多白龙啊，包括元代卵白釉瓷器的这一些使用。不从留白龙纹再到海浪纹，元代济州窑的瓷器上也出现了这种纯海浪纹，包括我们上周四给大家介绍济州窑的时候啊提到的宋代的马远的水图啊，它的一些海浪和这种水波纹的这一类的这种传承跟象征，也一点一点延续到了从无论是元代济州窑再到永乐御窑上啊，它只不过它的这种海浪更加的汹涌，更加的波涛啊，更加的伟岸，来衬托出无论是帝王的威严，还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强盛，对吧？这都是有一定的有它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寓意在里面啊。这是盘子的背面我们可以给展示一下啊，就是背面呢。首先是外壁这个龙的形象上，它的描绘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技术上来说是非常标准的苏麻离青的发色，对，它有铁斑的沉着啊，这种黑斑，然后龙鳞、龙爪的这些黑斑沉着就非常明显。对，说明它用料还是挺厚实的，用料非常的扎实，它不惜工本来去用苏麻离青绘画的时候，它才能产生大面积黑斑析出的一个情况啊。对，这里也给大家稍微的有一个小普及。其实大家看到很多永宣的器物，他觉得黑斑多了是没烧好，或者是发色没发好。其实跟大家所想的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一类的器物反而是它的用料非常的厚啊，为用料我们今天来讲非常着实。啊，那它的不惜工本的来去使用苏麻离青，因为在当时这个钴料是非常昂贵的，非常非常的昂贵的，而且只能依赖于进口，所以说呢，它才能在烧造之后呢，泛出大量的这种黑斑出来啊，所以当时的永乐皇帝可能恰恰就喜欢这种用料很扎实的黑斑的感觉，而不同于今人。觉得哎，我的永宣器物一定要非常的蓝，非常颜色非常适中才是好的。其实它并不是啊，对，给大家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那什么吧啊。其次，我们看这个底部啊，沙底的这种这种质感，也是一个永乐时期御窑、永宣时期这类大盘子很典型的一个质感。而且这个支的沙底还不同于我们传统的卖过那些永乐什么把帘盘啊、翻帘盘啊，或者那些比较干净。这支它的包浆是很醇厚的，非常厚重的。其实我们感觉应该是它从烧造之后呢，它可能就没有任何的清洗过，或者是在那个运输到海外的过程之中，或者是在后期的无论是使用还是什么过程之中，它所日积月累形成一层厚厚的包浆，
这种包浆和皮壳在上面，然后也并没有被人所刻意的清理过，而不像我们现在大部分我见到的一翻底，那沙底那摸着跟小孩屁股似的，特别干净，特别细腻，特别洁白的那种质感。这中间的这个符号大家墨书疑惑，对啊，有，我是听到有客人说是这好像是古波斯文啊，那这个就是有待这个专业人士再去解读了。是，所以也有可能这个盘子一开始在永乐时期是进贡给了这个中亚的这个皇室，是吧？有可能进入皇室的收藏体系啊。对，这个级别的永乐大盘，就是无论是在永乐宫廷之中，还是在进贡的这个用途上呢，一定都是最高级别的、国力级别的、皇室级别的都贵族都没戏，它必须得是皇室级别的，而且它的体量、它的绘画、它的用料它的整体的烧造的这种质感、质地、白釉的这种洁白你看当时李老师刚才也说了，它这种很多都这种鸭蛋清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的这种釉面，它其实它的这种配方还没有这么的先进，没有这么的发达，所以那这支的釉面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摄影师的灯光都能看到，我们的釉面是非常洁白的很少能见到鸭蛋清的感觉，所以无论是从它的细节之处到它的整体的这种威严的这种装饰的妆感，那其实都是给大家一个就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这个让人这个肃静让人这个非常有威严的对，非常有王者气息是那从市场角度，那个张老师给点评。市场角度，我觉得市场角度都没什么可点评，就是不知道该，因为没有试出过类似的。对，因为元明青花的从市场角度看，现在，可能从70、80年代，香港开始拍卖中国陶瓷以来，这个到现在这个涨幅来说，清代瓷器要远超元明青花对，所以这就客观。对，所以我觉得元明青花，其实从老的收藏前辈的收藏来说，他是非常重视。那时候可能买明代送清代是吧？对。那现在来说呢，可能就要反过来。但从这种收藏的意义上来说，首先它这个年代更加久远流传的更为稀少。没错那从价格的纵向的比较来说呢，它远远的还没有达到清代瓷器这种涨幅，它补涨的机会要非常非常大。没错。那就这件东西本身来说，那又是真的是博物馆级别的，能流通的仅此一件。对，国家博物馆级别，我觉得这件东西呢，它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如果是从市场上来去考量的话，第一，它没有太多的可参考的一个余地，在市场中此类这个题材基本上没怎么出现过。那我们硬是来去做比较的话，那我们觉得它应该还是和那种永乐的立件像梅瓶那一类作品，应该是不相上下的一个价钱跟级别。虽然是一个是立件，一个是大盘子，但是我觉得其实手中这件龙纹盘的这个级别，其实根本就不亚于现在市面上所大部分见到的那种三果或者是缠枝花卉的那种永乐梅瓶。永乐梅瓶最贵的是卖了差不多港币112这么一个价钱。明堂的收藏，对，明堂那只收藏大号的永乐梅瓶。那我觉得这只盘子也应该最低，我们比较保守说也应该有个8000万的价钱至少有个8000万的价格来去才能对得起这件东西。我觉得，对，是。那这一件作为我们这次直播鉴赏的最后一件也希望。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到现场，我们展览的时候，对，一睹永乐皇帝的这个真龙之相对。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我们此次我们古董珍玩部的这个直播的这些活动也都全部结束了然后非常辛苦我们李老师我们给大家连续的播了这么多场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下周六2月18号在我们的这个国贸大酒店来进行我们2022秋季拍卖的预展。那所以有空的时候呢，大家就过来看一看，过来聚一聚用
我们这个老话说，反正这朋友呢就常来聚一聚啊，看看我们这个东西，好吧？